知道迪迦中超古代怪兽的共同点是什么吗？答案是神秘又神奇的黑色斑点。没错，事实上这些斑点并不是大伙想的那么简单，它们的来历还有一段相当有趣的故事。我刚刚问大家的问题，其实也是迪迦奥特曼第39集《你好奥特曼》的导演川崎香太那会儿问完山浩老师的问题。因为这集登场的加鲁拉也是超古代怪兽，甚至和戈尔赞一样也会遁地啊。结果这一下给完山浩老师问的有点懵。哎呀，我好像还真没想过。事实上，完山浩之前也确实没有具体的构思，加上很久没有设计过超古代怪兽了，因此根据戈尔赞与梅尔巴之前的设计思路，突然灵光一闪啊，继承过来的同样黑色斑点就成了超古代怪兽设计的统一特征。这个特征也在后续的剧集怪兽设计中被沿用了下来，像同为超古代存在的魔鸟左颊胸口处的斑点造型，以及大结局中邪神加坦杰克的外壳，也是贯彻了这一脉相承的特点。可以说这是这么两位传奇人物无意间的小小思维火花之间的碰撞，成就了超古代怪兽体系的经典设计思路。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黑色斑点当时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我之所以打双引号，就是这玩意儿并不简单。说起这个就不得不提到戈尔赞与梅尔巴的设计思路。对于戈尔赞的设计，我杂谈的前一个视频就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以超古代龙梅尔巴作为切入点。首先梅尔巴的诞生过程比戈尔赞就顺利了很多啊，这是梅尔巴的初稿，这是梅尔巴的定稿，可以看得出几乎是相差无几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爪子的形态对比初稿有所收敛，以及脖子明显变短。而且对比最终版本的稿子还有一个点，那就是之前提到的神秘黑色斑点的加入。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动呢？那就不得不提到属于完山浩老师的传奇履历，那就是设计师与造型师的双料天才。没错，作为怪兽设计师的完山浩本身之前其实就长期担任过皮套的修复和制作工作，像平成版本的梅特龙星人、宇宙龙纳斯等怪兽的新皮套都是他捏出来的。因此他的形象设计有一个独特亮点，那就是一定会考虑皮套演员的穿着，说白了就是比较克制，尽量不搞出一些非人类的身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完山浩老师的稿子，奥特曼也好，怪兽也罢，做成皮套之后反而会更好看，因为它会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人的因素，甚至很多设计图中都给你把内部构造展示出来，给予充分的解构，而且身形的很多线条都比较保守，而这种保守的线条在被皮套演员的身材撑起来之后，自然会有一种超绝的肌肉动态美感。不仅是全藤俊辅的迪迦，事实上中村浩二的邪恶迪迦一样相当的帅气，因为这同样是完山浩老师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人体结构的问题。因此当出炉的皮套被穿起来之后才能被演员肌肉的流线衬托的美轮美奂。而梅尔巴变短的爪子和脖子，就是因为考虑到演员的活动以及拍摄的便利性问题做了更改。同样的，黑色斑点的加入也是类似的原因。实际上这个黑色斑点并不是真的全画上去的黑斑，而是立体的孔洞。为什么会有孔洞？可能有些观众已经反应过来了，因为首先梅尔巴作为这种长脖子的怪兽你不可能说让人的头也塞进脖子里面这也太抽象了，因此才会在胸口和脖子的连接附近开孔来解放演员的视野。戈尔在脖子处的孔洞也是同样的道理，毕竟皮套是比人体更加庞大的，但因为只开2个洞的话，显然完山浩老师觉得实在有点突兀，打破了其一贯追求的平衡之美，因此便让孔洞比较有统一性的蔓延到身体的一些部位。而除了窥孔位置是真孔洞，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做了填充的效果亦或是直接就没开洞做喷涂处理，这样就既照顾到了演员与拍摄的实用性问题，也不会破坏怪兽的整体美感。最重要的是还能强调戈尔赞与梅尔巴是同伙的这么一个设定，简直是一石三鸟，美哉！只是第一集那会儿的完山浩本人都没想到，这种本来是作为同阵营的概念性设计，居然会成为后续超古代怪兽的标配与源头。可以说这种无心插柳般的成功并不完全是运气问题，最根本还是得益于完山浩本人的实力。正是这种丰富的个人履历才造就了他稿子的独特风格，做成皮套后甚至会更有风韵的神奇情况。也正是基于这种方方面面都有考量的设计，才能让后续类似于超古代的神秘特征这种各种看起来像巧合的事情得以发生。看似是巧合，实则有因才有果。那颗名为奇迹的种子早就在前期设计中的各种细节里面悄然埋下了伏笔，只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生根发芽，最终长成迪迦奥特曼中各种传世造型的参天大树。点赞关注，带你了解各种有趣的奥特冷知识。我们下期再见喽。